咱们来看一下，没有玻璃刀怎么割玻璃呢？今天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就是没有玻璃刀呢，也能很轻松就把这个玻璃把它给割开。以后大家呢就没有必要去买玻璃刀了，因为呢一年用不了2次，或者是用的非常少的情况下，如果买玻璃刀的话，感觉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咱们看一下这块玻璃，它的厚度还是比较厚的。割玻璃之前呢，首先需要找一个就是电锤上面用的这种钻头，我们用这个钻头就可以把这个玻璃把它给割开。但是呢，直接这样割是肯定不行的。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下钻头上边这个尖儿，它这一块是钨金合钢的，这个材质非常的坚硬，它和玻璃刀刀头上面的材质都是一样的，都是钨金合钢，所以说用它也是可以来代替玻璃刀来使用的。但是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尖儿这一部分不够锋利，我们需要给它处理一下才行。然后呢，处理的方法呢，就是首先看一下这个刀头上面是有几个切割面，我们就需要先顺着这个切割面给它打磨一下，或者是在砂纸上，或者呢是在磨刀石上面给它打磨一下。磨好以后呢，就可以来代替玻璃刀来使用了。好，现在咱们就来测试一下。好，现在咱们就在这个磨刀石上给它磨一下。磨的时候呢，一定要顺着这个平面来回的给它磨。这边磨几下之后，把这个返回来。这个刀头上面是有4个平面的，这4个平面一定都要给它磨到位。磨完这2个面之后，然后再磨另外的2个小的平面。接下来还剩最后一个面。好，磨完之后，咱们看一下，上面掉下来很多的这个金属粉末。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刀头有没有变得锋利了。好，现在咱们仔细看一下，上面这个尖呢是比较锋利的，然后呢这一个是没有磨过的，看着这个尖呢就比较钝，是吧？现在咱们就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到底割玻璃的效果怎么样。用一个尺子垫住它。然后呢，咱们把这块玻璃给它割成2半，来测试一下。听着声音，刺啦刺啦的响，是吧？然后咱们割完以后，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划痕还是比较深的，是吧？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掰成2段。先戴上我这个祖传的手套。这样我感觉是比较安全一点，不然的话玻璃可能有点不安全。好，然后咱们试一下啊，很轻松就可以变成2截了，是吧？而且呢，看一下还是非常的直溜，是吧？一点也不弯，就是按照划的这个痕迹把它给弄下来的。方法呢是不是特别好用？所以说以后呢就没有必要花钱去买玻璃刀了。如果大家有更好用的方法的情况下，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网上卖的最火的这种金刚砂磨刀器，大家见到过没有？今天我买了一个，咱们来测试一下。他说这个呢什么都可以磨，只要是剪刀、菜刀，还有一些等等一些东西啊，都是可以磨的。先看一下它这个磨片，上面是2面两用的，这面呢一面是小颗粒，然后一面是大颗粒。大颗粒是可以开印，小颗粒是可以当刀的。今天咱们来测试一下，就用我这把菜刀来试验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么好用。先处理一下这把刀，这个呢是普通的磨刀石，这样给它处理一下，它就不快了。还有点太慢，是吧？下锤子。OK， 这下就不快了，是吧？先切个抹布来试验一下，看到没有？切不动了，是吧？切不动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用这个磨。因为这面呢是小颗粒，然后给它先把这刀片给它先反过来，先用大颗粒测试一下。大颗粒可以开印儿，先给这个刀呢给它开下印儿，然后再当刀。商家说就这样当就可以了。每面呢就是这一面当个10几下、20下，另外一面再当个10几下、20下就行了。他说用这个力度呢，不需要力度太大，
就是普通磨刀的力度就行。现在荡了多少下了？是不是有10来下了？再磨个10来下。好，这边磨完后，再磨另外一面。平常啊，我没有磨过菜刀，我只是看人家说就这样磨，咱呢也就这样磨。磨完以后看看怎么样。第一次磨菜刀，差不多了，应该是吧？然后呢，把这个刀片给它反过来，用这个细的这一面给它再荡下刀。荡完以后，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不测试咱也不知道好不好，测试完了以后就知道了。还是一样，一面呢给它荡个10几下、20下。好，然后再弄这面。好，弄个差不多是吧？然后呢，咱们就还是一样啊，先看一下，我感觉还是有点锋利了，先看看，还是可以的，还是一样啊，先切个这个抹布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切掉。哎，可以是吧？还可以，就是比较锋利了，可以啊，没问题。看着这个磨刀器还是挺好用的，看一下这上面呢并没有发现什么磨损。然后呢，他说这个还可以磨这个钢锯条，都知道这钢锯条非常硬，实际上呢也可以来磨它，来测试一下，来看看这个金刚砂磨片结实还是这个钢锯条结实。钢锯条是锯钢铁用的，本来它这个硬度就够硬了，咱们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种更硬。好，磨个差不多了，咱们来看，把上面的锯齿呢已经都磨没了，看到没有？没有锯齿了是吧？感觉这个还是挺好用的。这样的钻头大家见到过吧？前面这个头呢是合金的钻头，非常的坚硬。咱们看一下它结实还是这个磨片结实。先测试一下，像这种钻头呢非常坚硬啊，它是可以拿玻璃的。看一下啊，看到没有？可以拿玻璃，说明啊，它这个硬度非常的硬，是不是？然后呢，咱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磨它。其实啊，估计也是应该可以的。咱们来测试啊，看一下这个磨片上面已经都发黑了，是吧？这黑的东西呢，它就是它这个铁末，钻头上的铁末已经都掉了。看一下这个钻头已经磨亮了，看到没有？这样呢，你看已经磨亮了。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上面的黑的东西，一颗都掉了。这个东西就是上面的铁末，看一下这个磨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金刚砂磨刀器，它的价格呢有贵的也有便宜的。看来这个贵的质量确实有保证。家里淘汰的电脑或者是坏掉的电脑，在卖废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把电源拆下来，不要把它给卖掉。其实呢，这个电源它是一个多功能电源，在生活当中使用是比较多的。先看一下它上面的输出电压，分为5组，前面这3种是最常用的，有个3.3伏，一个5伏，还有个12伏。像这种电源呢，它都是大功率电源。如果我们单独买一个12伏的这样大功率的电源，也最少在100多块钱。在使用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电源线给它插上去。插上去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扇并没有转动，它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电源没有启动，所以说呢这些插头上面都是没有电的。有些朋友可能会看到这么多插头，看着就迷糊是吧？其实呢不迷糊啊，很简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2种方法，就是可以让这个电源启动，启动起来以后，它这些上面才有电压输出。第一种方法就最简单，就是找一下这个最大的这个插头，然后呢看一下上面只有一条是绿色的线，这就是它的启动信号线。然后把这个绿色的线和任意一条黑色的线，找个导线或者是金属的东西把它短接起来。短接起来以后，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风扇，就可以转动起来了。现在呢，这个上面都有5伏、3.3伏和12伏的电压输出了，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操作方法。其实呢，第2种方法就更简单了，需要用一个电脑电源的这种扩展板，然后呢还是一样，找到最大的这个插头，给它插到这个扩展板上面去。插上去以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指示灯是没有亮的，因为是没有打开开关。我们把开关打开，看一下这个电脑风扇已经启动了，然后呢上面这个指示灯已经亮了。现在呢就可以啊，上面的这些电压都有输出了。
这一组是3.3伏，然后这一组是5伏，这一组呢是正12伏，这一组是负12伏。其实这个负12伏在生活当中用的是比较少的。这个电脑电源输出的电压最高就是直流12伏的电压，所以说呢，它的电压都是安全的，在工作的时候这样触摸到也是没问题的。其余的这些插头，其实我们就不需要用它了。我们用的时候只需要把线接在对应的这个接线柱上面就行。这个3.3伏的其实可以用在燃气灶上面来使用，或者是一些别的电子设备，只要是3.3伏的都是可以来使用的。5伏这呢，我们借个手机的充电线，来给手机充上电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可以直接手机充电是吧？因为这个功率比较大，别说给一个手机充电了，就算给10个手机同时来充电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也可以给充电宝来充电，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网络电视盒，只要一些数码产品，只要它的电源呢是5伏的，都是可以用它来作为这个电子设备它的电源适配器来使用的。然后呢，咱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12伏这一组输出的电压，看怎么样。首先也是一样，先接一条这个输出线。好，这条线呢已经接上去了，接好以后呢，可以这个用处也比较广泛。它可以用在这个光猫，像这光猫上面用的电源一般也都是12伏的，可以作为这个电源适配器来使用。看一下插上去之后，这个指示灯就亮了，是吧？然后关了之后就灭了。然后呢，用它也可以作为像这个监控像这种电源它也是12伏的，也可以插上去来使用。同样的道理因为它是大功率的，别说是一个监控，就算是10个监控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看一下，已经启动了这个摄像头，是吧？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然后呢，用这个电源呢，也可以作为什么？也可以作为这种12伏的锂电钻，也是完全没问题的。现在电池非常不耐用，也可以把这个线呢给它分开，接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长期使用还是很不错的。12伏的这组电源也可以用在跳广场舞的音箱上面来使用。看一下音箱后边，它这个这儿呢也是12伏的，接到这儿就可以了。它的作用呢，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其实它还有很多种。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来讨论一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电磁炉按键失灵的一个维修方法。电磁炉上面的按键它分为2种，一种就是老式的那种就是触电开关的按动的那种。现在出的这些大部分都是触摸式的。对于按键失灵的那种老式的电磁炉，朋友们一般的都会修。像那样的情况，按键失灵大部分都是触电开关坏掉了，或者是漏电引起的，直接把它换掉都能修好。不过现在的出的这些电磁炉都是这种触摸的。这种按键触摸失灵之后有些朋友们就无从下手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触摸按键失灵的一个维修方法。我们先给电磁炉通上电来看一下。通上电之后，这些灯全亮，然后这个数码管也亮了。像这种情况，一般的就可以判断为它的供电是正常的。维修的思路呢，我们就要先简单后复杂的思路来维修。我们先看一下这外观，特别是这个背面，如果上面有特别多油污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因为这个油污它很有可能会引起上面的小贴片元件漏电。如果有漏电的情况，它也会出现就是按键失灵。然后再仔细的观察一下后面的这些小贴片元件，看看有没有虚焊开焊的地方，或者是这些小的贴片电阻之类的东西有没有烧糊的。如果中间有点烧糊的痕迹，就证明这个烧坏掉了，要及时把它更换掉。如果在维修的过程中是单独一个触摸按键失灵了，按着是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情况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后边看一下这个触摸按键这一个角，它是直接到这边，到这儿经过一个电阻之后，它是到这个管理芯片这儿了。这个芯片就相当于是个单片机，我们直接把这个电阻给它去掉，更换一个上去，也不需要测量。有的一些情况测量的时候它是没问题的，不过如果它是有点漏电的情况是测量不出来的，我们就用代替的方法直接更换上去一个。这一个触摸到芯片中间就隔了一个电阻，如果中间还有好几个元件的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把这几个元件呢都给它代替掉。这样的话，我们再测试一下，一般的都能修好。引起触摸失灵的情况，还有的一些情况就是这个上面的指示灯，我们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如果漏电，它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检查这个漏电不漏电，我们主要就是先用腕表测量，看这个灯珠亮不亮。一般的它不亮，
有的些情况它就会出现漏电，我们把指示灯给它换掉。如果没有这样的指示灯，也可以先把它拆掉，不用这个指示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一下这上面的数码管，它实际上它这个里边也是很多就这样的小灯，它是组合在一起的。如果它内部就是有一些灯坏掉之后啊，或者是漏电，它也会引起触摸按键失灵。像这种情况就需要更换这个数码管。然后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背面，上面是2个大芯片，有的一些电磁炉呢都是一个芯片。我们看这个芯片，它是控制数码管的显示的，然后这个芯片是控制就是这些触摸按键的。如果是这个芯片坏掉之后啊，也会引起按键失灵。这个芯片它是有数据的，它就相当于是个单片机。然后这个东西呢，一般如果真的是它坏掉了，就没有办法修了，因为这个芯片也买不到。就算买到的情况下，它里边是没有数据的，它是装上去以后是不能使用的。在我维修的过程中啊，发现这个芯片坏的是几率是非常低的，它一般很不容易坏。就算如果它坏掉的话，我们也不用单独买这个芯片，只要我们在某网上买个这个控制面板就行了，一个这控制面板也不贵。在我维修的过程中啊，遇到按键失灵，大部分都是后边的小贴片元件有烧坏的，或者是漏电引起的。只要把这几个元件换掉，一般的都能修好。好了，今天视频就感谢大家观看，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欢迎评论、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当家里边这个 LED 灯坏了以后不亮了，检查的一个方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灯中间这个部分，它是电源。灯不亮之后啊，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电源。灯珠好坏的方法不是最准确的，今天我给大家分享2种，就是最简单好用的判断灯珠好坏的方法，而且这方法特别的准确。
朋友们，大家好！家里边这种船型开关坏了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把它扔掉。其实啊，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利用价值。今天我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船型开关，有的是这种单开关的，也有的是双开关的。像这些开关坏了以后啊，我们千万不要扔。开关上面这3个角都是铜的，如果攒多了以后，我们可以卖钱。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这个开关里边它是有个指示灯的。这个指示灯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的用处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就拆开一个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用处。我们用镊子或者用刀片都是可以把它拆开的，两边都撬一下，然后就出来了。OK， 已经出来了。这个上面是有2条线的，我们先把这个线先拨出来。拨出来以后，然后把这个线一转，这个摆子就能出来。我们看一下内部这个就是奶泡，然后旁边这个是个色网电阻。我们主要就用它，它的作用是非常多的。我们把它给拆出来，然后我们把它放一边，在家里边拿一个插头，就这样的插头，普通的插头都是可以的。我们把它拆开，把这个灯泡，我们这2条线，我们给它窝一下。摸好以后，我们把它装在装在这个插头里面。放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把螺丝拧上。最后把这个壳我们再给它装上。好，现在这个小神器我们就已经制作好了。像我们家里边的插排，有的一些是不带指示灯的，有电没电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就需要这个制作好的小神器了，我们只要把它插上去，看一下这个指示灯就亮了，这样就能快速的判断出它是有电的。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指示灯直接装在插排里面也是可以的。如果这个插头不是透明颜色的，也可以把这个灯泡延长加线，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孔这个位置。如果家里边的插排插孔非常多，用不到这么多的话，也可以这个东西一直在上面插着也是可以的。最早的这种插排它用的指示灯都是这样的，这种指示灯也非常的耐用，用几年也不会坏。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家有这种电水壶的老铁们，它坏了以后啊，千万不要扔了。今天我教大家只要简单的改装一下，就非常的耐用，而且使用也非常安全。有些朋友会说，一个电水壶没多少钱，我把它扔掉买个新的不就完了？我给你说一下，如果把它扔掉买个新的，用不了几天还是会坏掉的，这就是电水壶的一个通病。操作的第一步，首先我们要把壶底座下边的3个螺丝我们给它拆掉。我们先看一下内部结构是非常简单的，这是一个发热管，它是个发热盘，然后中间是个底座，然后这儿就是个开关。这电水壶不通电坏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中间底座。我们看一下这个发热管啊，它的功率是非常大的，是1350瓦。如果是长时间烧水或者是经常烧水，很容易就坏这个底座。这个底座上面的2个铜片我们看一下，非常的薄，在我们烧水的时候它这个电流就非常大，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发热严重之后就会把这个底座给烧坏，它坏的是最多的。今天我们要改装的就是这个底座。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底座先给它拆下来，前面上面的2条线我们给它拽掉，然后上面这3个螺丝我们给它拧掉。
我们看一下这个底座，这个底座的通病坏的原因啊，都是引脚烧糊引起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1300瓦的功率，中间就靠一个小小的小弹片，因为这个接触点非常小，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发热，发热严重之后啊，就把这儿烧成这样了。这就是电水壶它的一个通病。这个底座它有个防干烧的功能，我们看一下背面这个弹片，它就是起到防干烧跳闸的作用，就是温度过高之后它就会断电。今天我们要改装的就是这个底座，我们就不用这种底座了，如果换个新的底座上去，用不了几天还是会烧坏的。我们换另外一个电子元件来代替它，就是这种，这是一个125度的温控开关，我们用它来代替。这是个陶瓷的，非常的耐用，它也比较耐高温。它就是可以，如果壶里边水没有了，温度达到125度的时候，它就会断电。这样的话，使用的是非常安全的。这个我们要选择这种活环的，并且还是陶瓷的。这个买个也非常便宜，就是2块钱一个。现在我们就把它安装上去。我们先看一下壶底座的接线，这儿是有2条线，然后这条线是接在阀耳管上面的。我们把这条线给它先拽开，然后我们用个砂纸把这个片儿给它打磨一下，上下都打磨一下。打磨好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温控开关给它安装上。安装的时候，这个温控开关上面这个铁片要在这个铁片下边，让这个电水壶的铁片压住它，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让那个温控开关贴合到电水壶底座上边。把这边这个螺丝我们给它拧上，固定好以后，我们看一下牢固不牢固，还行啊，比较牢固。这个一定要把它弄牢固才行。如果想让更牢固一点的话，可以在这儿再给它加个铁片，拧上螺丝。好，这样的话就更加的牢固了。然后我们用电烙铁把这2个角给它焊在一起。焊好以后，我们把刚才从这儿拔掉的这个插头，我们给它插在这边。现在就改装的差不多了，到最后呢，我们还得需要把这个后盖再给它固定到壶上面去，因为这个后盖啊，它是固定在这个底座上面的，固定在这3个位置，所以说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坏的给它装上去。装好之后，这个地方就可以固定后盖了。把底座安装好以后啊，这2条线我们就不要往上面插了。然后我们拿出来电水壶的底盘，我们还需要用这条电源线，我们也可以从里边拆开，或者是从这儿剪断也是可以的。然后拨出里边的线头，这3条线我们都需要用。把这个壶的底盘我们在侧面打个孔，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线就可以进去了。然后我们接下线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红的和蓝的随便接这2条线，我们给它拧上，把这要拨出来，拨出线头之后给它拧好。拧好以后啊，一定要用胶带缠好。这边我们也给它拧上。拧好之后一定要缠好胶带。然后这个黄绿它是个地线，这个地线我们也要接在壶上面，可以接在3个螺丝上面，接到哪儿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接在这个螺丝上面，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安全保护的作用。这2条线用胶带缠好之后，我们用扎带再给它扎一下，扎一下之后啊，这个线就会起到一个特别抗拉的作用。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在这个底壳这个部分打这个眼的时候一定要往上一点，越往这边的话，这个线啊，内部这条线它离这个发热盘它距离就越远，这样的话就这个线比较安全也比较耐用。最后呢，我们把这个后盖再给它安装上就可以了。改装完之后啊，这个外观效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好了，今天视频就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大家评论、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给华为手机更换电池，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电池鼓爆，鼓得比较严重，然后电池不耐用了。
换电池之前，我们首先第一步先把这个手机卡，把卡先取出来。手机关机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拆。有的一些手机在后边是有2个螺丝的，没有螺丝的，我们直接就开始找个刀片，从后边开始给它拆开。先从手机的尾插这部分开始一点点的撬。手机打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池鼓得比较严重，我们先把上面的盖板拆掉。把盖板拆开以后，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指纹排线给它去掉，然后手机电池上面的卡扣给它抠开，先把手机断电。把盖板拿掉，我们看这电池已经都鼓了。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电池给它转下来。拆了电池，一般的给它加热一下就好拆掉了。它后边是用双面胶在上面粘的，我们可以用个撬棒带这个缝隙这儿，把电池可以给它撬开、撬下来。这个太厚了，换个薄的，用个薄的撬棒就可以放在这里面，然后轻轻的这样把电池给撬出来。要一点点的撬，不能用力过猛。撬完一边，然后再撬另一边。电池就拆掉了，然后拿出新电池，还有新电池的双面胶，我们把这胶再给它粘在手机上。新电池是都带这种胶的，然后把新电池装上，最后扣电池的这个排线，先扣别的。现在把这个电池这个排线扣上，开机先测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开始装机。能正常开机。好，现在已经开机了，我们需要把手机再给它关掉，关掉之后开始装壳，然后把这个指纹排线再扣上，开始安装这个盖板。把螺丝都装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扣壳。扣这个壳的时候，我们要先扣上边，然后再扣下边。好，这样就装好了。更换电池非常简单。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10元人民币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不陌生，是吧？在它的背面，其实这个图案里面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是一个2005年的人民币，人民币背面这个图画是我国的三峡风景图，而这一个人的名字，它就隐藏在这边有个小河，在这小河左侧就在这个位置，我们用肉眼是一般看不出来的。现在我们用放大镜或者是用手机给它拍张照片，再放大就能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现在我们用手机来拍一下，可以把这个画面调大一点。这个就是小河流，小河流左侧我们看一下，这儿有3个字母。这3个字母它就是第一个字母是 Z， 第二个 Q， 第3个 M， 就是 ZQM。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叫做赵启明，他的拼音缩写。我们再看一下 ZQM， 这3个字母比较明显。赵启明是我国著名的美术雕刻师，三峡图案是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精心雕刻而成的。国家为了纪念这位艺术家，所以把他名字就刻在这上面去了。因为他这个名字也可以作为是一个防伪的标志。大家如果对赵启明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他的资料来了解一下。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